各地新年第一招火热开场，拼经济打响抢人大战。我们今年新招的用工人员有20%都是从四川新招过来的。跨省招人忙，招聘活动热，节后招工哪些行业用工缺口大？缺口数大概在3000，所以总的人工数大概会到18000人左右。欢迎收看《经济半小时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经济半小时》，我是张静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来关注招工就业市场的新消息。开年即冲刺，春节过后，全国各地经济复苏的步伐持续加快。拼经济，首先拼的是人，抓生产先得抓人力资源，招工先人一步，生产才能快人一拍。那么，新年第一招跑出加速度的背后，究竟出现了哪些新趋势、新气象呢？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。山城重庆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，更是我国西部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。2022年，重庆交出了 GDP 2.91万亿元的成绩单，座次跻身全国第4。新春伊始，重庆就率先按下拼经济、快进键。1月份我们的配送量大概在15000台车左右，2月份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7000的订单，所以说的话，涨幅达到了7%的一个产量的涨幅。这家汽车配件物流企业从1月份起就格外忙碌，面对不断增加的运输量，拖车、卸货、配送都有不小的用工缺口。2月份，然后因为产量我们配送量的增加，人数涨幅到了580人，然后涨幅也是达到7%左右。现在我们是从20岁到50岁的员工，我们都会招聘进来。在这家物流企业的人力资源部，最近前来应聘的员工络绎不绝。工资刚刚我跟人事经理已经聊了，他说能达到5000左右，薪酬在6、7千这种范围之内。他们能力就可以3000出一点。我觉得这里工资比较高一点，我就跑到这里来。负责招聘的人事主管告诉记者，工资高是吸引求职者前来的一个关键因素。在面试中，他也发现求职者对公司福利食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这是一间20多平米的员工宿舍，供3个人居住，热水器、空调、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，还有独立的卫生间、厨房、阳台。然后上下班的话有交通车，也是在行上也省了一部分。像吃的话，工厂那边是管2餐，自己早上只买一个5、6块钱的吃的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于坤告诉记者，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，月均收入可拿到5、6千元，赶上旺季还有一定程度的上浮。随着采访的深入，记者了解到，于坤所在的物流企业每年的用工成本几乎都有6%到8%的增长，甚至有的年份需要增长10%才能招到足量的员工。用工成本逐年上涨，不断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，这也成为了企业负责人亟待破解的大难题。要扩大规模，我们的客户多了，订单多了，通过规模经济，我们来进行降本增效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、智能化来进行通过技术来进行这个降本增效，就是利润的增长要高于我们人力成本的增长。重庆造笔记本电脑是山城的一张名片。2022年，重庆出口5545.3万台笔记本电脑，价值1774.7亿元，量值在全国均保持首位。2023年一开年，当地的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就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，迎来开门红。眼下，如期交货成为了当务之急。这是一家生产电子设备零配件的企业，生产线都已满负荷运转，工厂依然面临不小的用工缺口。
去年12月份我们差不多是600万台左右，那到1月的话，我们已经增加到660万台。对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整体的经济是向上的，需求是有净增加的。那今年的话，2月份我们计划还要再进100人左右。在这家企业的招聘现场，95后、00后年轻人成为主角，求职有着更个性化的诉求。那你为什么选择进工厂？因为工厂吃饭时间均匀一点，那些快递小哥休息时间都很少。除了这个薪酬啊，还看重什么？那就是上班完了之后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啊，毕竟现在也还年轻嘛，那肯定就是你上班挣一点钱那就花呀，然后就可以玩嘛。比如像我们从21年之后陆续投入无线网 WiFi 的覆盖，篮球场的新建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健身房，什么里面跑步机、台球室啊、投篮机啊，包括我们 KTV。招聘负责人介绍，他们公司提供员工餐厅，包吃包住，每间宿舍都带有独立卫生间，每间宿舍4至6人住，有空调、热水器、洗衣机。然后我们住进来就可以了，就相当于那种拎包入住吧啊。然后我们的水电费呢，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水超出5吨，电超出30度，我们才自己付钱。为了满足员工的需求，厂区里还配备了这个200多平米的 KTV， 让喜欢唱歌的员工下班后可以在这里放声歌唱，愉悦心情。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果园港综合保税区，聚集了大大小小4000多家加工贸易型企业，每年的用工需求达12万人。春节后的招聘是园区开年的一个头等大事。现在基本上的复工率达到了在98%左右。随着这个产能的扩大、订单的增加，那我们还需要多少用工？大概可能还有约1到2万人的，如果到他们的7、8月的这个高峰时期，可能会到1到2万人的这个用工需求会增加。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电脑手机，为了赶订单、保交付，春节期间这里的部分生产线都没有停歇。春节后，生产线就满负荷运转起来，但为了继续扩大产能，企业还面临着不小的用工缺口。我们现有的人工数在15000人左右，那还有缺口数大概在3000，所以总的人工数大概会到18000人左右。与生产车间相隔不远的办公楼正忙着招聘新员工。现场招聘的负责人说，往年他们通常是春节假期后才开始招工，但今年由于生产线用工缺口太大，春节期间他们就启动了招聘工作。工资收入来讲的话，基本上每2年左右会有15%左右的一个提升。那同时的话，这是一个普调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员工根据他的年资，入职公司的年资，大概每个月都会有那个职等津贴的一个增加。一个员工普通到了半年以后的话，他的工资收入都是到5500到6000的样子。记者发现，不少求职者除了看重薪酬待遇外，更注重个人发展空间和居住生活环境。为了能够留住求职者，企业还会安排求职者到厂区进行参观。就比如说宿舍不要是很乱的那种，就一间宿舍住10个人那种肯定不行。那你希望住大概什么样的？6个到8个左右吧，这还能接受。他们有一些可以在这里面待一段时间的话，有那种上升的空间。两江新区是重庆工业经济的主引擎，当地的主管部门一直密切关注着今年春季招工出现的新趋势、新特点。为此呢，我们专门策划了18场专场招聘会，来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，比去年同期增长近30%。另外，从我们监测的数据看，汽车、电子2大行业有43个重点企业，用工需求就超过1万人。43家就需求用工就有超过1万人了。那么这些需求当中，我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、新变化呢？区域协作，我们今年新招的用工人员有20%都是从四川新招过来的。
广安位于四川盆地东部，紧邻重庆。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市，广安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口超过了100万。重庆是广安人外出务工的目的地之一。春节刚过，还没等广安人出门找工作，重庆两江新区就组织多家企业组团来到这里，开启了先人一步的抢人模式。从去年年底开始，我们加入了这个义金公积金，然后呢，今年我们在试用期的工资这一块，基本上每个岗位都上涨了300到500块钱的一个试用期工资的一个标准。薪资待遇这方面，我想着大概可能5-6千块，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想看一下这些企业的人才培养这方面的。除了到四川的劳务输出大市招工，重庆下辖的区县也是重庆一些企业送岗上门、逆向招工的主要目的地。从1月底开始，重庆两江新区就陆续组织20多家重点企业到重庆万州区展开现场招聘。招聘的岗位有操作工、质检员、生产计划员、设备管理员、软件工程师、机械工程师、销售经理等多个岗位，个别岗位的最高月薪开到了3万元。为了给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，重庆从1月初就启动了春风行动，活动会持续到3月底。计划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000场以上，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。1月份新增城镇就业3.1万人，同比增加了6.9%，实现了整个就业工作的开门红。我们大概有多少家企业？那我们需求量都多少了？有2万来家，22万多个。主要涉及哪些行业领域呢？主要涉及的就是制造业、信息产业、租赁物流和零售业。招工揽才，诚意满满，招聘直通大巴从家门口开到厂门口。之前的话，在外地的话，工作不是特别稳定。从孔雀东南飞到梧桐家乡种，当返乡就业成为潮流，传统劳务输出地如何推动就地就近就业显成效？打造了一个信息平台，只在中江，才2个月时间，我们已经达到了18万人的注册量。欢迎收看《经济半小时》。宜宾三江新区是四川省第一个省级新区，这里主要布局有智能终端、轨道交通、汽车、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。2022年，三江新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。眼下，三江新区里的各个企业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春季招聘。截至目前，我们春节之后我们的复工复产率已经超过了95%。从我们的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，今年我们的用工缺口预计有2万人。这是三江新区里一家生产激光电视和智能投影设备的企业。目前，企业的员工到岗率接近90%，仍然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。2月底、3月份还会再进行生产线的扩充，届时还会有100多人的人力的一个补充。预计到4月份，我们整个园区的用工人数应该是在1400人。产能在提升，用工需求在增加，员工的薪酬待遇也水涨船高。这家公司一线普通员工每月收入在4000到6000元之间，宿舍是公司提供的，1日3餐公司每餐会补贴10元，食宿基本上都不用自己再花钱。整干宿舍加阳台一共是30个平方左右，然后总共是4个人住，上面是床，下面是桌子衣柜什么的，也很方便一个使用和储物。我们热水和空调那些电费、水费30块钱，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1个月的使用。和妻子同在这家公司上班的马红兵，还被安排住进了这间员工夫妻房。我们睡的床都是大床房，很扎实的。然后我们洗衣机也是配的，然后独立的洗衣间、厕所，然后像沙发呀、床头柜呀、
梳妆柜啊都是公司配的。水电费是你们出吗？还是公司出的？就是我们出150块钱，然后电费、水费、空调费都在里面了。这个够用吗？够用，每个月除了水电费，就是除了那150块钱没有产其他的费用了。员工的薪酬福利待遇在不断提高，那么究竟该如何化解用工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呢？我们之前核心的一些零配件是靠进口，现在很多包括我们的光机，现在基本上90%都是我们自研自产的一个自供的，然后这一方面可以极大的压缩就是我们材料的一个成本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会就是说那个提高人效。同样的，之前万台机器我可能需要100人一个月，现在我80一个月就可以完成，像人效我可以提升20%。和宜宾三江新区靠提升福利待遇吸引求职者的方法不同，280公里外的崇州市走出了一条更接地气的招聘新路子。春节刚过，崇州就组织企业开着大巴车直接下到田间地头，在乡镇街道边进行现场招聘，实现了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的无缝衔接。因为之前的话，在外地的话，工作不是特别稳定，而且的话，路费的话，来回的话要1000来块钱啊，所以说到这边来看一下。招聘直通大巴车开到工厂后，求职者可以近距离查看实际的工作场景、生活区配套，对用工企业进行更全面的了解。毕竟离家近一点嘛，之前在外地收入就4000多。现在我都来了一个多月了，这个发了一次工资，还是工资在6000以上，6000多。我们这里的工作服都是公司里面发的，一人1年要发4套工作服的，一个月6、7千嘛。因为以前在家带孩子嘛，后来想到找一个工资比较高一点的，帮家庭那个负担减轻一点嘛。电子信息、家具制造、绿色建材是崇州当地的主导产业。目前，一些用工需求大的企业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缺口，当地还在持续组织春季招聘工作。我们收到了140余家企业的用工需求，用工量呢大约在1.4万。主要以一线的流水线操作工、木工，等为主，占比呢有80%。如果招聘一线的员工可以靠薪酬福利和暖心服务来吸引，那么招聘技术型、管理型的人才，企业又会使出怎样的杀手锏呢？这是四川德阳广汉市一家化工设备企业，主要研发制造开采石油天然气的专业设备。为了留住专业技术人才，公司除了把月薪开到了15000元以上，提升各种福利待遇，还特别注重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，以便给员工业务提升、个人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。我们与西南师范大学相隔还不到1公里，这样的话是非常便利的一个交通条件，可以随时到学校与我们合作的一些高校教授、老师进行一个很及时的探讨，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。他在国内国外的培训的话，他可以提升他的专业技能和思想眼界。那么他每年的话，企业在平均花销的话在3到4万。在招聘一线的调查中，记者还发现，四川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用工市场出现了双向流动的新趋势。在稳定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同时，还迎来了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近就业的潮流。四川德阳的中江县总人口有130多万，几年前当地有将近50万人会选择外出务工，今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人数又增加了不少。我们这个县内的有6万左右，县以外的有40多万。然后今年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，回到本地放这个务工，就是说我们本地回流了1万多。对，中江县劳务输出的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地，
为了给外出务工人员做好服务，当地政府在外出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村镇常年设立生活服务站，方便外地用工企业和当地求职者可以安全准确地进行对接。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节后返岗，服务站还会组织返岗包车，把外出务工人员从家门口送到厂门口。春节后的这次远行，服务站还会给每位外出务工人员送上一份家乡的小礼物，让他们感受到故乡的惦念和牵挂。还有高仿的药，还有我们这个送的一个水杯，还有具有我们特色的挂面，还有一个红色的围巾。面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新需求，当地搭建了网络求职招聘平台，来给供需双方牵线搭桥，打造了一个信息平台，只在中江，才2个月时间，我们已经达到了18万人的注册量，所以我们这个今年更好的留下了这个13000多人。四川德阳市下辖的6个区县，分布着大大小小6000多家工业企业。随着当地支柱型产业的不断壮大，在今年春季招聘的这一波抢工潮中，告别跨省打工，实现就近就业，正在成为新趋势。我们市县共举办了85场大型的招聘会，有1500余家企业提供了8.75万个岗位供劳动者选择。在就近就地就业的这个比例和过去10年它形成了一个反转，过去那么有20%是留在当地就业，有80%是在市外或者是省外就业，80%在当地。从2022年年底的抢订单到今年年初的抢工人，这正是中国经济回暖的信号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2023年要稳字当头，稳中求进，其中稳就业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。人勤春来早，就业暖民心。做好就业服务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无论是组织开展好就业服务系列活动，还是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，打造良好就业环境，多措并举，留住人才。既需要相关部门企业细心贴心的服务，也需要绵绵用力、久久为功的定力，才能延续开春劳动力市场招工求职两头旺的良好势头，为实现全年就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，为中国经济不断添新蓄力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了解更多财经资讯，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。再见。